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中国驾照在海外开车的一些相关事宜。首先的话，我打开的网站呢是 USA.gov， 是美国的政府一个官网。那么这个官网的话，它里面有说明啊，外国人在美国开车是怎么样的。我就以美国为举例吧有些地方的话确确实实也可以开车，比如新西兰是可以开车的。那么日本的话是不允许中国驾照开车的，每个地方每个国家是不一样的法规这个的话尽量大家去查一下。在德国也是可以开车的，比如说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查一下我们给它把网页给翻译一下。好了，美国呢稍微复杂一些，因为美国的话是联邦制国家，所以说呢，它这边呢有说明就是在美国开车的人必须有有效的驾驶执照。那么如果您是外国游客，有些州要求您持有国际驾驶许可证，也就 IDP 和您所在国家的有效驾照。那么 IDP 的话，按照中国的话是拿不到的。它这边呢，说实话比较简略但是说呢，就是让你联系各州的机动车部门这边网址是有的，你可以点开来看。第二个部分的话是 IDP 的问题IDP 的问题上次我们讲过就不讲了下一个问题的话就是非美国公民居民也就是在美国的话你不是纳税人，就是可能是短期访客，在美国开车需要开什么身份证，就是 ID 证明嘛，就是你其实说实话可以在美国考个驾照，这个没问题的，哪怕是短期访客也是可以考驾照的。那么每个州的要求是都不同的不能说一概而论。那么具体情况你还得联系这个部门因为美国的话这个州特别多，所以说有些复杂。正常来说的话，每个地方要求不一样的，有些地方呢要求呢你可以入境半年之内都可以开，有些呢入境30天才能开那如果说想完全合理合法的话，那必须联系这个 DMV 那么最好去发个邮件去问一下，那么这样的话比较稳妥一些。甚至这个每个州的一些驾驶法律吧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好，比如说我打开了这个是乔治亚的一个官网DMV 的然后呢这个里面呢就写着，就是第一条就写着了我们这边标题的话是一个其他国家的驾驶员，那么他这边第一条就写的驾驶员拿着国外的驾照不需要申请一个乔治亚的执照除非他想成为乔治亚的居民。那么居民的话定义就是说是一个税务居民，就是当地的你能生活在180天以上的这种人，那么叫居民。180天以下的话，那就默认为短期访客。那么意思就是说呢，其实你可以开没问题，而且他也没说明要 IDP 那么在每个州是不一样的，加州的话也是可以的。那其他州的话，具体每个情况，有些情况还会改变那么这个的话最好具体自己问问。好，我再说一个事情，就是中国驾照其实在国外也有互认换领协议互认换领协议其实是两方面的，一个是互认，一个是换领。互认的话相当于说我直接拿驾照就直接在当地国家是可以用的。那么我打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官网的话，我这边搜索了驾驶证互认换领协议，然后搜索出来这个结果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内地与澳门的话签署互认协议的话很简单这个的话正常来说的话澳门比较小。那么其他的话就是中国与塞尔维亚、中国与法国是可以互认协议的，我们可以看具体情况怎么样的。这个协议呢分互认跟换领互认的话是针对这些短期访客的，比如说对于临时进入对方境内不超过1年，双方驾驶证实现互认这个还挺宽限的不超过1年，有些的话不超过半年那么默认来说的话，如果说你要换领的话，换领当地驾照的话免试换领的话，其实一般来说都是要这种务工探亲或者说那种探亲可能还算不上可能一般都学生工作签证有长期居留卡的，那么短期居留卡也行1年期2年期居留卡，反正就是能生活在半年以上吧，基本上可以换领。那么之前就是中国已经实现与比利时、阿联酋两国的驾驶证互认换领所以说呢，相当于4个国家了比利时、阿联酋都可以那么塞尔维亚跟法国也是可以。我们看一下法国吧。法国这边写的比较详细对于临时进入对方境内不超过1年的，双方驾驶证实现互认。临时进入法国的，可以凭中国驾驶证和翻译件这里可以注明翻译件是可以的没有说明哪个翻译件直接驾车，无需换证临时进入中国的这个的话是拿法国人到中国来开车那也是可以的那么互认驾驶证的话，包括准驾车型包括中型客车中型客车都可以大型货车都可以，小型汽车、摩托车都可以这个还挺宽泛的。那么关于换领的话，比如说你想去法国旅游去换领这个法国驾驶证那是做不到的你看这个换领的要求是
居留超过1年的才可以换领啊，才可以免试互换。那么要常住人员持本国驾驶证和翻译件，以及护照、签证或者居留证件啊，签证或居留证件。那么这个签证的话，一般说的话，能超过1年的签证的话，要么工作签、学生签之类的啊，可以免试换领，直接换领对方国家驾驶证。免试换领驾驶证准驾车型包括小型汽车和摩托车。你注意啊，互认跟换领的这个准驾车型是不一样的。互认的话，这个客车、货车啊都可以互认，但是换领的话，仅包含于小型汽车和摩托车。那么关于其他2个国家，比如说比利时跟阿联酋的话，其实也是差不多啊，包括塞尔维亚也是差不多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协议嘛啊，基本上都这样协议。好吧，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吧。